KO！ 河南硬汉太猛了，擂台3次击倒来华，挑战的日本狂拳，直接踢得日本拳王走不了路，瘸着走。中国小伙可不是一般人，他正是来自河南的拼命三郎王顺利。这小子从小就喜欢与同伴嬉戏打闹，于是造就了他敢打敢拼、勇于拼命的作战风格。从少林塔沟武校毕业以后，就登上了擂台，一不小心就获得了连续6年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是新一届选手当中比较拔尖的一位搏击猛将。拿到中日对抗赛的门票以后，王顺利一刻都不敢放松，则是选择积极备战，加强训练。奉命迎战王顺利的是来自日本的原田显悟。说起这么名字，想必大家都不是很陌生。自从这家伙来到中国以后，他一刻都没有停歇过，不是在打比赛，就是在准备打比赛。来华捞金5年，同时也整整挨揍挨了5年。但原田显悟不后悔，挨到的每一拳和每一腿都是劳斯莱斯的碎片。话又说回来，挣钱嘛不丢人，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王顺利是如何暴揍吊打原田显悟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小伙子王顺利在经过简单调整以后，直接就开始对原田显悟发起猛烈进攻，凶猛的拳脚组合进攻打得原田显悟节节败退。殊不知这才是王顺利猛打猛冲的开始。被摔倒的原田显悟明显不是很服气，看来王顺利还需要加强进攻，最起码让原田显悟挣得这个金币好受一些，并不是装模作样就可以把金币挣到腰包里面。原田显悟不愧是擂台上的老戏骨，还没试探2下就开始演上了，非常的这个有攻击性。然后王顺利呢是个攻击型非常强的选手。就在现场看王顺利的比赛，你都能听到他自己给自己喊的声音。王顺利在中国算得上是一位超级硬汉，他所迎战的每一位对手几乎都是被 KO， 职业战绩为9战8胜7次 KO。看来原田显悟这一次算是遇到硬茬了。敢打敢拼的王顺利无时无刻都在猛压原田显悟内围，就是想利用凶猛的进攻攻势来压制嚣张的原田显悟。然而被暴揍的原田显悟并不以为然，他就觉得王顺利是狐假虎威，是在夸大自己。所以只要发挥的比较正常，想取得一场比赛的胜利，应该不会太难。气势在那里，真的是。对，这种打法让我不知不觉会想到接下来会出场的包哲。就算原田显悟抗揍耐打躲闪率也很高，那么王顺利这一连串组合进攻也照样能把原田显悟打猛圈。裁判也是象征性对原田显悟读了1次秒，看来王顺利是动真格的了。对，打得漂亮。他的场内教练在给他这个提示，一旦一个裁判宣布开赛之后，就用拳法组合。这个大部分日本选手我们见过的都是属于这种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对，还有第3点，我觉得也是，真的是比较佩服的一点，就是他们真的不到最后一下是不会放弃的。对，把这种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确实发挥的挺淋漓尽致的。对，我看他的状态，他能保持这样的状态，保持3回合，没有问题的。就他的这种打法
仅仅是主动，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嚣张。我这个在男低选手当中啊，是一个很怎么说，是一种很有这种。第二回合开始了，王顺利上来就是一脚踢在原田显悟脑门子上，要不是原田显悟这家伙身经百战，天天挨揍，估计早就被王顺利这一脚踢入梦乡睡觉去了。反观原田显悟这家伙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接二连三的反击也彻底激怒了在气头上的王顺利。接下来就是原田显悟被王顺利追着暴揍，就算原田显悟有铜肤铁骨，那也挺不住王顺利这么糟践原田显悟，简直就没把原田显悟当人来看。对，他的移动性很好。王顺利相比之下也是手长腿长的，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不愧是河南壮士，打出的每一拳每一脚都有特殊的含义。打出的拳头代表的是河南百姓的仇恨，打出的腿法代表的则是南京受害的亿万人民。连续的拳脚组合打得原田显悟节节败退，王顺利甚至连还手的机会都不给原田显悟，不是猛打猛冲狠狠暴揍原田显悟，就是拳脚组合进攻追着原田显悟暴打。不用防守，行不行？他没有是虚实一反，没。不能打，不能打！哦，三点着地，不能打。哦，在我们规则当中，三点一称，包括当进入后脑是不允许。好，你看王顺利扫红说，整个都完全反应。日本选手的这个拳法确实没有什么优势，而且到第二回合也没什么力气，速度力气。此时此刻，原田显悟就跟是个死人一样，要不是扶着王顺利，估计整个人都能瘫软在擂台上，整个背后没有一个好地方。人家都是纹身纹一个满背，这家伙倒好，竟然在比赛前一天去洗澡去了，不知道正不正规。从原田显悟精神上来看，应该不像是正规的。多的是利用他的扫踢动作，我拳我是冷，我更多的还是因为但是扫踢发力点，顺利还是打得太放松了一点。我觉得如果他能就是集中目标哈，这有目的性的进行一次进攻的话，那 KO 的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就他有重击，但这种重击相对来说目的不像第一场比赛刘吉星那样子，他的那个组合摆拳至少有20下，可以连击都很高。他现在缺少的这个王顺利，就是我有效的一个组合的连续进攻能力，他是单击地了，对，他缺少这种组合连续的组合的这种进攻能力。当然这些都是需要经验，他也会慢慢成长的。对，相信他以后也会越来越好。年轻嘛。对，才22岁，潜力无限。哥们，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回合。因为这场比赛的第三回合开始了，敢打敢拼的王顺利丝毫不惧怕原田显悟。就算原田显悟有金刚不坏之身，那么王顺利也能用铁拳将其打废。别看此时的王顺利非常稳定，不主动发起进攻，王顺利真要是打起来，原田显悟这家伙还真不一定能顶得住。王顺利的猛打猛冲打的原田显悟没有任何还击的能力，要不是原田显悟抗揍耐打，日本这家伙绝对要被王顺利打成肉泥。裁判及时的制止，算是救了原田显悟一条小命。反观王顺利也不打算放过原田显悟，被逼无奈的原田显悟也是在对王顺利发起反击，但原田显悟的反击对王顺利来说就跟挠痒痒一样。
实力王顺利的还是前后手的这个拳法是有杀伤力的。对，多用拳，哎对方这拳弱嘛，我就多用拳打。到，带，王顺利的体能也更好一点，日本选手明显有点这个有点体力不支了。你就要加强你的拳法，我发现前手拳和后手拳，刚才又是用后手拳打中，因为明显看到日本的原田显悟他的拳法一般比较弱。哇，已经连续3次被扫倒在地上了。此时的原田显悟打不过也防不住，就连搂抱也被王顺利破解了。看来原田显悟注定要被王顺利狠狠暴揍。之前原田显悟捞金都是十分轻松，但是这一次遇到了河南硬汉王顺利，看来原田显悟要被迫挣一次辛苦钱了。这个扫踢的实际把握非常好，就预判到对方要走，启动一瞬间有一扫踢，直接给踢躺那了，就他这破坏他的重心了。应该是腿部还是遭到重击了。对，日本选手，你看连站起来腿是有点软。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原田显悟体力上出现问题了，控制的非常厉害。我就用拳，不断的重击，你看他就没体力了，这很少见的。但是还是在坚持，在坚持。对，就是我们说，会一直坚持到比赛结束。这组合有了，这组合有了。从原田显悟面目表情中不难看出，这家伙确实是被王顺利打惨了。再打下去，原田显悟很快就会被打成肉泥。还是那句话，挣钱不可产，怪不得中国选手喜欢迎战日本选手，那是因为日本选手抗揍耐打有挑战性，不像某些国家的运动员一碰就倒，就跟碰瓷一样。反正说的不是韩国。10秒。我觉得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给双方的这个运动员都点赞。是啊，真的打满3个回合真的不容易。尤其是王顺利在今天比赛从第一回打到第3。比赛结束了，王顺利全程火力碾压日本选手原田显悟，不是在被揍就是在挨揍。总而言之一句话，原田显悟来中国就是来挨打的，不然在哪弄那么多金币去洗脚按摩？原田显悟挨揍的同时，还差点被王顺利踢瘸。说句实在话，原田显悟这个家伙是真抗揍，这要是换成任何一个人，估计早就被王顺利重拳击倒 KO 了，还不在一个档次上。这里是凤溪小镇仙凤三宝旅游观光园拳王征战中日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本次比赛得到了宜春明苑航空发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港中旅行社的大力支持，还有湖南都市和黑熊搏击的鼎力相助。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the judge has reached the decision, and we now go to the... 最终王顺利拿下了比赛胜利，成功获取总决赛的门票。大家喜欢王顺利这位敢打敢拼的选手吗？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